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画这个4尺3开，比较现代感一点的这个作品。69乘以46哈，69乘以46，找一下中线的位置。好，这幅也是一样哈，我们可以画多一点哈，画多一点。哎，花可以画小一点啊。可以画有大有小哈，有大有小的这些花，有大有小的花。好，大概这样子去排吧，画多一点，有大有小，看情况。这上面这个我们要看需不需要画啊？不需要画，我们就上面就不画了，画到这里就停了，画到这里就可以停了啊。然后把这里多画一点点啊，也可以，看情况啊，看着情况去来决定。然后我们首先还是来设定一下颜色吧。颜色，分解构图，分解颜色。这个颜色的话，也是由我们自己定哈，还是底色还是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然后我们这个颜色用什么呢？用一点朱砂，用一点紫色，太青蓝，3青，太青蓝，3青，太青蓝，橄榄绿，焦茶，墨，黑色啊，黑色或者是墨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开始，先调色啊，先调色。好，太白3点呢，太白再来一点，多调一点底色啊，因为这个花比较多，可能用到底色也比较多。太白3绿还有胭脂。好，把笔先在水里面洗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加水。好，太白3绿胭脂，我们把它调和。好，感觉3绿还不够，咱们再加一点3绿进来。我们今天还是画一张4尺3开的作品，还是现代感，花多的哈。
花也是以浅色为主哈，花以浅色为主。好，底色调好，放在一边备用啊。哎，我们这个用的太青蓝哈，我现在不想用太青蓝，用花青，把太青蓝换成花青。太青蓝有点太艳了，咱们用花青会更沉稳一些哈。花青，花青哈，花青橄榄绿。好，这个焦茶墨的话就在另外一个墨盘里面啊，需要用的时候就拿来用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试一下哈，看一下画什么颜色。来一点点紫色，笔肚里薄薄的一层紫色哈，然后再调这个三青，调一点三青，调一点焦茶。来，我们试一下这个颜色。好，那先画一朵这种颜色吧，先画一朵这种颜色。所有颜色都是这几种颜色去组合，但是会组合出不同的这个颜色出来。来，我们把纸对折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一朵哈，先画这一朵。来，这一朵就画在这个位置啊。好，就画这么大啊！你圈出来，想画多大自己先把它圈出来。来，我们开始哈，开始调色。也可以调一点点花青试一下哈，也可以调一点点花青进来。来，我们开始了啊。好，这一朵画一个正面的哈。来，我们蘸一丁点紫色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三青，蘸一点赭石，不是赭石哈，焦茶，然后来一点点这个花青哈，来一点花青。好，再来补充颜色，补充一点点紫色，一点点这个花青，一点点花青，然后一点点这个焦茶，笔尖上来一点点花青啊，刚刚是调的三青。
好，紫色三青，然后这个焦茶，然后这个花青，依次去调。好，鼻尖上再来补充一点啊。焦茶还是要再调一点哈，焦茶再来多一点点啊，然后这个花青也多一点点，比较深色的地方我们调深一点点哈，调深一点是为了现在我们补一下这个缺口，补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小缺口，来再来一点花青。颜色，再来一点焦茶，来一点点花青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紫色，调一点三青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花青。刚刚这个焦茶忘了调啊，还要调点焦茶，然后再去调这个花青哈。好，调一点焦茶，再调一点花青。来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。好，加一点这个焦茶，加一点这个花青。好，加一点焦茶，加一点点花青。加一丁点焦茶，加一点点花青，到后面我们就加焦茶和花青就行了啊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底色啊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先调一点紫色哈，薄薄的调一层紫色，不要太多了。调一点点三青，然后调一点焦茶。调一点点焦茶，调一点花青，颜色都是少少的哈。花青笔尖上这个花青一定要把它调均匀哈，不要让它成了一坨一块儿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底色，不停的去补充一些底色。好，我们再来，还是一样，先调薄薄的一层紫色，然后再调这个三青。好，调一点点这个焦茶，然后调这个三青，这个花青啊，不要说错了。
好，这个焦茶和这个花青要融合，不要完全是这个花青的色。花青的色它偏蓝，我们用这个橄榄粒跟它综合一下，它的颜色就会更好看哈。好，笔上干呢，我们就去加底色啊。就有的时候我没有讲，就直接加底色。你们只要你画的笔上干了，就去加底色，不需要我们每次都在镜头下去完成哈。我加底色的时候，不用每一次把镜头拿过来给大家看，大家觉得没问题吧？好，加点这个焦茶，加一点点花青。哎，这里不小心带的有一点尖，就不好看了，直接把它加大。好，再加一点底色。像这种画这种浅色的就很费底色，但是不费颜料。就颜料可能就用到一点点哈，大部分都是用的是底色。那我们再来加一点紫色哈，加一点紫色，加点三青，然后调这个焦茶，调焦茶。笔尖上调一点点花青色。有一些缝隙里面可以加深一点点哈。来，再加一点底色。来，先调一层薄薄的紫色，然后调这个三青，薄薄的一层哈，所有的颜色都是薄薄的一层。调一点三青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焦茶。好，这些花瓣哈，花瓣叠加上来，但是要有这个变化，有这个大小的变化，颜色有这个深浅的变化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花型哈，花型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去调整的地方？感觉我现在感觉就是有一点哈，有一点这个花瓣外围有一点点碎，所以我们要调一些整的地方哈。来，先还是调一层紫色，薄薄的一层紫色，调一点点这个三青，调一点点这个花青。我们上面来调整一下，两边来调整一下。调整一下这个花型，基本上是用底色来画了，加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基本都是用底色在画了。现在笔尖上蘸一点点紫色也可以哈，蘸一点点紫色。来加一点紫色，让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偏紫哈。
好，可以反比去调整啊，反比来调整。来一点点紫色啊，就是来紫色，用一点少许的这种紫色反比去调整一下。好，这朵花就大概这样子吧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给画上，花心我们多来一点紫色和这个花青色，紫色和花青色，或者是花青色为主吧。多来点花青吧，哎，还是要来点焦茶才好啊。焦茶、紫色、花青一起啊，还是少不了这个焦茶。来点焦茶，来点花青。好，转一圈啊，这个花心你就比这样子稍微侧一点点转一圈，要侧一点点啊，转一圈，大胆的去画。这是第一朵，是不是也是今天很快画这种类似于绣球型的、银耳型的，这些都可以很快。主要是画什么有正反半的那些都就比较慢一些。好，我们接着来，接着在它旁边来一朵哈，接着在它旁边这里来一朵包起来的。好，来我们来第二朵。这个我们还是一样，先加底色。好，把底色调一下，因为底色放久了会有点沉淀，我们正好把它再搅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上面这一朵，看一下我们用什么颜色好看啊？用什么颜色呢？还是用这个焦茶，用这个焦茶和这个花青啊，用焦茶和花青。来，大概画多大？我们先圈一下，先来一个圈。来蘸花青。先蘸一点点啊，蘸一点点焦茶，然后再蘸一点花青。好，来多蘸一点点这个焦茶，多蘸一些焦茶。然后中间的话，我们补充正半的时候是焦茶多一点哈，焦茶多一点呢，可以加一点黑色进来。
最中间的地方可以加点黑色啊，加一点黑色。好，可以加一丁点黑色，黑色不适合加太多，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中间这里是最黑的地方，最黑的地方加上一些黑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花青。我们现在补充里面的正斑的时候，我们把花青放在前面，然后再调这个交叉，顺序又不一样了哈。虽然说用的颜色是一样，但是顺序不一样。加一点黑色哈，有些地方我们就加一点黑色。好，有些地方加一点点黑色。好，加点黑色啊，深色地方啊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补充一点底色，调一点花青，调一点交叉，颜色。好，笔尖再来加一点交叉。笔肚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哈，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这个花青，然后笔尖上加一点交叉。加一点点黑色，深色地方你想要它更黑一点，咱们可以加一点黑色进来。好，这一朵是在后面啊，注意它的一个层次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交叉色啊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交叉。底下这个花瓣要不要再补呢？我再想一下。底下这里就不补吧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这一朵花就这样子，也可以在这里加一个花瓣了，再加一点啊，加一点这个花青。先来加一点花青，然后再加一点交叉。好，这里加一个花瓣，好，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再来画一个小的，好不好？这边再来画一个小的。好，把笔尖洗一下，因为每一朵的颜色都会有一点点差别哈，有一点区别，所以我们每换一笔的时候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然后重新再来补充底色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一朵，我们以紫色为主，好不好？
来调紫色啊，调紫色，可以调多一点紫色啊，调多一点紫色，然后再调，调交叉，调一点点这个花青，笔尖上调一点花青哈。好，再来加颜色啊，继续调紫色。好，来加一点花青。这是这一朵花正中间的地方。好，笔尖上蘸一点花青。来加一点紫色，加多一点紫色，加多一点点花青，因为有一些比较深色的地方，我们加深一点哈。像这些缝隙里面需要加深一点的，我们让它加深的，我们让它更深。好，来再加一些紫色啊，这里只看到一点点啊。这朵花究竟长啥样啊？它可能就是偏一点点，就是在后面，反正是露出一部分，没有全部露出来。好，调一点紫色，调一点花青。是不是紫的有点过了？有没有觉得太紫了一点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朵哈，然后这里咱们再来画一朵大的啊，先画一朵大的再来看啊，紫不紫也不管它了，紫就紫，紫就紫。然后这3朵大家先来看一下，先来看一下这3朵。
好，把底色搅一下，我们再刮掉多余的水分，继续来画我们的下一朵。好，来这里啊，圈一下啊，圈一下它的位置。圈一下大概的一个位置啊，往左边偏一点哈。这个我们要用点朱砂，所以我把紫色把朱砂给挡住了。咱们把这个紫色擦一下啊，把这个紫色擦一下。来，我们先调一层朱砂，薄薄的一层朱砂。来，薄薄的一层朱砂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焦茶，朱砂和焦茶，浅色的一部分。好，再来焦茶哈，再来一点焦茶。好，笔尖上来一点点焦茶色，不要太多了哈。来，笔尖来一丁点焦茶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啊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笔肚里面先补充一点点这个朱砂，补充一点朱砂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焦茶，不是整朵花都是这么调的。待会儿这个花海每一块调色都会有一些变化，所以学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仔细哈，仔细看课程。好，这些花瓣我们可以很随意的去画，很随意的去画出来。来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啊。先调一点朱砂，薄薄的一层朱砂，然后调这个焦茶，颜色很浅啊，很少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。然后再来蘸一点底色。现在我们看到还是一坨哈，是不是你们现在看到还是一坨？先调一层朱砂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焦茶。好，笔尖沾一点点焦茶哈。调一点点这个朱砂哈，调朱砂，调焦茶，颜色到边缘来，慢慢可以深一点点哈，慢慢可以深一点点。咱们画到最后啊，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画了。像这个肯定是在课程比较靠后一些的地方，所以大家
只要循序渐进的去学习啊，所有的都不难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加底色啊，加底色，是不是有点看不见呢？那还是一样啊，调朱砂，调这个焦茶，现在焦茶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哈，稍微的多一点点啊。可以用点的方法去画这个大花瓣啊。好，再来补充焦茶哈，再来补充焦茶。好，我们再来加底色哦。来，这一下朱砂调的有点多了，调朱砂，调这个焦茶。目前现在用的也只有2种颜色，就是这个朱砂和这个焦茶，朱砂和焦茶2种颜色啊。好，再来蘸一点焦茶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底色哈，轻轻的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朱砂，蘸一点焦茶。这个花瓣我们就让它跳出来一点哈，让它长一点。来，这个根部的地方有一些不够深的地方，我们再把颜色调深一点哈。把它去调整一下，不够深的地方我们加深一点，像这个地方也是啊，还不够深，我们再加深一点，用笔尖调深一点的这个颜色，再加深一点，让深的更深一些。好，这个侧面的我们目前就这样子，大家看到是不是觉得没有看到花形呢？看不到花的形状。好，感觉这个花瓣这里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点平，把这个花瓣加长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重新来调一下底色啊，再来调一下底色。来把底色搅一下，然后刮掉多余的底色。把笔尖去洗一下，这个时候把笔尖去洗一下。为什么要洗一下？因为我现在要调很深的颜色，要调这个紫色，调很深的颜色。如果说笔尖上的紫色，笔尖上的底色没有洗掉的话，这个很深的颜色就深不下去。那这幅刚刚那里画了一朵紫色，那这边肯定也要有紫色的去呼应啊。好，调紫色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焦茶哈，调焦茶。同样的，黑色我们这一朵也要用到黑色的，笔尖调黑色，水分不要太大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紫色，补充一点紫色，
补充一点焦茶，补充一点黑。好，这个缝隙里面加点更深一点的颜色进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哈，这些缝隙里面我们用直接蘸这个墨都可以啊，让最深的颜色填上，最深的颜色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。然后我们继续来调紫色，把紫色调上一点啊，调饱满一些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啊，调到整个笔肚，来调上一些，把笔睡在盘子里啊，把笔睡在盘子里，调上一点。好，调焦茶。再补充一点焦茶哈，补充一点焦茶。好，来加点黑色，在这些缝隙里面啊，加点深一点的颜色，让它有深浅变化。好，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基本就这一些，然后我们要把笔去洗一下，稍微的洗一下。然后慢慢的这个颜色，慢慢的让它过渡哈。紫色和朱砂调在一起，然后笔尖调一点这个焦茶，两种颜色中间色。好，我们再来重新调一下底色啊，重新调一下底色。我们要让这两种颜色，过渡的再自然一点点哈。好，把底色加一下。然后这个紫色和这个朱砂哈，是朱砂，说错了，调在一起。就这两种，下面这种紫色的和前面这种中间的颜色去让它两种颜色混到一起，去综合，去把它这一朵花里面的这种两种特别明显不同的颜色，去把它能够看能不能综合在一起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哎，这一笔有点跳。然后我们在笔尖沾一丁点紫色，把这离着这个紫色相近的地方的这些花瓣上，我们来扫一些紫色进来，扫一点紫色进来哈。来沾这个紫色，哎，不要太多了啊。
好，蘸这个紫色，或者是这个紫色和这个朱砂色一起，我们要把它拉一下平均啊，不然2朵不同颜色的花怎么去融合在一起了？我们要让它融合在一起。好，然后让在这个上面的花瓣啊，在这个上面的紫色的花瓣里面呢，紫色的花瓣里面又少一点点这个，少一点点这个什么焦茶啊，少一点点焦茶进来。水分不要太大，你看我这水分太大了，我还得去吸一下。你们控制一下水分啊。好，差不多啊，就这样吧。这样子，它其实把花心加一下，它其实就已经就是不会说很跳了啊，不会说很跳。有觉得很跳吗？有没有觉得会很跳？好，这个已经画了第3朵了哈，第4朵了，亲爱的。好，下一朵啊，下一朵。下一朵有可能咱们不画这个，不画这个牡丹花，画个其他的花。先蘸一点这个橄榄绿啊，先用橄榄绿和焦茶，橄榄绿、焦茶。好，不加颜色啊，让颜色自然的越来越浅。好，让颜色自然的越来越浅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笔尖去蘸一点点这个，蘸一点点花青，慢慢让它渐变哈，慢慢让它渐变过来。好，蘸一点点花青，不要太多了。我们加一点底色哈，笔肚里面加一点底色。笔根调一点点橄榄绿哈，一丁点橄榄绿，然后加这个花青，笔尖加花青。
好，每一笔直接把颜色画完它。每一笔基本上是把颜色画没它才去补颜色。有看出来吗？我特意没有说是什么花。有看出来是什么花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菊花，不过有点像哈。好，来蘸点橄榄绿，蘸一点点花青哈，不要蘸太多。是的，菊花呢？菊花。菊花真的也很多，很多品种啊。咱们画一个好画好学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画。我给大家教的就是这种特别简单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没有那么复杂的方法，简不简单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哎，这样画菊花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有没有发现菊花变简单了？也不是白菊啊，它是有一点点颜色了，也有一点颜色了啊。好，再蘸点花青。就是画着画着要看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。哎，这一朵花就可以了，是不是特别快？特别快，特别快就画完一朵花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来一朵啊，这里再来一朵，再来一朵大一点的啊，把笔洗一下，还是再来一朵菊花好吗？来，把底色调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来，先调这个橄榄绿啊。好，这里再来一朵。这个花好画也好看啊。一直把笔上的颜色画完它，一直把笔上的颜色画完，一直，你看我现在才蘸了一次颜料，蘸了一次颜料，一直把笔上的颜色画完。
画没了啊，画没了，我们再去蘸一点底色，再去加一点底色。然后我们这一朵哈，来一点点这个三青，调一点三青，然后再调这个花青。调了三青之后再调花青哈。其实咱们把我的牡丹学会了，你画其他的都会觉得很简单啦。因为牡丹是所有的花卉中是最难的啊，所有花卉中牡丹是最难的。把牡丹学会了，其他的那都不是问题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渐变的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蘸这个三青，蘸这个花青。好，笔尖再来沾一点底色，让它的颜色偶尔会有一些渐变，有的时候加一点紫色进来啊。好，三青、花青，有的时候你的颜色可以不用把它调得太均匀。好，紫色还有三青、花青。好，壁上再沾一点底色哈，沾点底色，沾点紫色，沾一点三青，沾点花青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把这个根部的地方，有些根部的地方想要让它更深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啊。好，根部的地方可以再加深一点。每一次颜色都还是要调均匀啊。
可以整理一下。整理一下可以显得它里面很密，层次很多。好，又是一朵菊花，在这边这个空把它堵住啊，不要把这边破边它，把这边来破边的。